时空旅人第5章，梦中的小提琴女孩。疲惫像潮水一样漫过全身。赶了2天2夜的报告，终于结束时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床上的。闭上眼的瞬间，身体还在，但意识已经被某种力量轻轻抽离。空气里有熟悉的松香味，像琴盒打开时飘出的那一缕气息。这是一座欧式古典风格的音乐厅，木质地板泛着柔和光泽，高处垂下水晶灯饰，在昏黄光影中，一切显得格外梦幻。我抬起头，一眼就看见舞台中央的她。她穿着一袭淡蓝色的长裙，身影被光勾勒出柔和的轮廓。她低着头调音，动作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似的。一缕长发垂落耳畔，我竟不自觉地看得出神。不是因为她多美，而是她的专注让人无法忽视。她拉琴时微蹙的眉，头下阴影的长睫毛，还有那恬静的气质。那不是刻意营造的舞台氛围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渗出的纯净。就像一首慢板的小品，柔软、安静、不语，却有引力。他抱着一把栗木色的小提琴，闭着眼，整个人沉入音乐里。琴弓划出的每一个音符，像是他心跳的延伸，开弓极轻，如羽毛掠过琴弦。左手的柔音绵长柔软，仿佛从岁月深处唤醒一段尘封的记忆，有种令人屏息静听的魔力。我看着它，音符在空气中漂浮，像光尘轻盈闪烁，连我的胸腔都随着它的换弓与抬眼微微颤动。当它朝观众席扫来的一眼落在我这边，我竟慌忙低下头，像个在暗处偷看的少年，被撞击了心事。他根本看不见我，我却心跳得一塌糊涂。那一刻，我不再是那个穿梭时空、冷静旁观的旅者，我只是个普通少年，站在梦境与时间的交界，被他的每一音每一符牵动着呼吸。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会就这样留在这里，不再回去那个满是疲惫与压力的现实世界。他的最后一个音在空气中慢慢消散，像一根羽毛落入水面，没声响，却让整个世界泛起涟漪。他收起琴，低头一举，像是在向某个人道别。我知道，那个人不是我。这里只是个梦，或者说，是我灵魂飘离时误闯的时空夹缝。我总是穿梭于不同的时代，看见一些注定无法停留的风景与人，像个过站不停的旅人，只能偶尔倚窗，看一眼不属于自己的美好。可今天，我看得太久了，她的样子还清晰地印在我心底。那个梦中的小提琴女孩，那个眉眼静谧的像某种遥远星辰的她，在我的世界能遇到她吗？我不知道。偶尔在人群里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，在某场街头表演看到某个背影，我也会忍不住回头多看一眼，看看是不是你。